本应是娱乐圈风云变幻、话题层出不穷的一年，可谁也没想到，3年前的一段影像却成为如今最炙手可热的讨论焦点。没错，这场回潮的主人正是那个举手投足都带着温柔与锋芒的男人肖战。令人震惊的是，这波热度并不是普通的怀旧式回顾，而是一场规模空前、范围跨国、速度疯狂的二次爆炸。数以千万计的网友、媒体、博主突然开始集体转发他在2023年新加坡的那些影像。狼尾王子的凌厉魅力，脱外套瞬间的摄魂一幕，步入会场时如光束划过的身影。3年前的热度本以为已经封存，但2025年他们却被卷入一股无法解释的全球审美风暴，仿佛所有人都在同一时间被重新点燃。为什么现在突然又火了？成了各大论坛的热门话题。但答案其实很简单，因为肖战的美从未过时，只是世界终于来得及补课。更惊人的是，新加坡媒体甚至调侃，那天肖战的出现比国庆氛围更吸睛。谁会想到，一名中国艺人在异国他乡竟能掀起如此震撼的审美狂潮？这一切都只是序章。当网友开始重新剪辑并放大2023年的画面时，所有人都被同样的细节镇住。那不是普通的帅，而是一种超越国界的视觉冲击力。他走在新加坡机场出口，背光的轮廓如同从光中走来。狼尾发型略带野性，却被他干净明亮的气质中和成一种危险又温柔的审美。有人说他像黑夜里突然亮起的星芒，有人说他像从漫画走出的主角，但更多人只会愣住一句话：原来这就是东亚美学的巅峰。因为真正的美会与时代并肩，而肖战就是那个走在时间前面的名字。3年对流行文化来说既是漫长也是瞬间。2023年的影像最初只是在粉圈里被视作宝藏片段，但到了2025年，它成为跨圈层、跨国界的文化事件。这背后有几条深层逻辑值得剖析。首先，信息生态的叠加效应。过去3年里，视频剪辑平台、短视频算法以及跨境社交媒体共同成熟，任何高密度视觉刺激都有可能被算法再次放大。肖战在新加坡的那几个关键镜头，转身、脱外套、背光轮廓，本身就是高度可重复、可剪辑的视觉单元，极适合被反复拼接、二次创作，从而在不同社群中形成接力式传播。其次，群体记忆的再生产。粉丝并非单向消费者，他们通过制作弹幕、剪辑合集中加入情绪编码，把个人回忆转化为公共叙事。3年后，当这些材料被新一代观众发现，情绪与记忆发生共振，原本属于粉圈的私人时刻，变成了大众文化的共同符号。于是，原有的情感投入被放大为一种时代认同感，人们因为一个镜头而确认自己对审美、情绪甚至价值观的归属。第三，国际语境下的再评价。随着全球对东方美学的关注上升，那些以前被忽视的审美特征被重新解释为具有全球影响力的文化资产。媒体与意见领袖的介入，把肖战的影像从粉丝偶像秀上提升为一种美学讨论，这改变了受众的观看心态，从追星转为审美观察，从而吸引更多非典型粉丝参与讨论。最后是时间制造的神秘感。时间会沉淀细节，3年让人有机会抽离事件本身，用更广阔的视角审视一个瞬间，进而发现被忽略的层次。肖战的那些动作、目光、节奏，被时间洗炼成可回味的美学句子，每一次重播都像解读一首诗。综合来看，影像记忆之所以能在3年后引发更大狂热，不仅因为影像本身强烈，更因为它触及了算法、群体记忆、国际话语与时间这4股合力。这种合力把单一的影像推上了文化再发现的浪潮，成为了远超偶像本人影响力的社会现象。当粉丝的尖叫声盖过城市的国庆乐章，媒体与公众常常陷入2种简单化的判断：一是这是荒唐的偶像崇拜，二是这是国家级文化输出。
实际上，这一切反映出更复杂的文化动力学。粉丝行为如何从私人情感转化为公众事件的路径，值得我们深刻解构。首先，粉圈组织能力的专业化不可小觑。从线下动员、横幅制作到社群传播、应援话术，粉丝行动早已形成高效运作体系。这样的组织能力在公共场域出现时，给人以规模感与制度感，使得单纯的追星行为呈现出像社会运动般的外观，从而触发媒体赋予其更高的宏大叙事。其次，情感资本的外溢作用。粉丝对偶像的情感投资并非只属于个人，它会通过社群传播、内容产出，转变为可观测的情绪场。情绪场一旦达到临界值，例如现场的齐声呼喊、灯海效果，就会对旁观者产生感染，进而被误读为公共情绪。这种误读本身就是媒介时代的常态，情绪被放大，事件被政治化或文化化。第三，媒体选择性放大的倾向。主流媒体在报道时倾向于将极端、有冲突或具象征意义的镜头放在显著位置，比如粉丝声音盖过国庆音乐。这样的编辑选择容易把局部现象升格为普遍性结论，制造事件化叙事，促成社会层面的过度解读。最后，这种被误读的背后有着更深的文化需求。现代社会在快速变动中渴望共同体感与认同。一个全球化的偶像事件，恰好为分散的个体提供了短暂的集体体验。于是，粉丝的狂热既是一种审美表达，也是一种对归属、认同与仪式感的渴求。总结来说，粉丝行为之所以能够被误读为社会事件，是因为组织化的行动、情感的外溢、媒体的话语建构与社会对集体体验的需求四者共同作用。这提醒我们在观察类似现象时，应既看到表面喧嚣，也要理解其深层动因与社会意义。当一名艺人的影像跨越时间与空间，被重新放置在全球语境下讨论，它不仅是审美话题，也牵涉到文化权利与话语再分配。肖战在新加坡的几帧画面之所以能成为全球在认识的触点，说明了当代审美权立场的变迁。首先，审美不再是单向的西方输出。历史上，全球主流审美多由西方媒介与文化机构定义。但互联网与社交媒体打破了这一垄断，使得不同文化的美学样式有机会进入全球视野。肖战的形象被国际媒体解读为东西方审美壁垒被突破，正体现出非西方审美在重新争取话语权，偶像的身体与气质成为跨文化对话的新媒介。其次是视觉符号的可迁移性。肖战的某些动作与造型并非某一文化独占，但在全球化语境下，它们被赋予新的含义，克制的性感、含蓄的力量、细节内涵的叙事。这些视觉符号之所以能被不同文化理解，是因为当下观众对于情绪线索的敏感度提高，眼神、姿态、瞬间的节奏都成了共通的阅读符码。第三，关于权力的再分配也在发生。粉丝社群、独立媒体、摄影师与视觉创作者共同参与到话语生产中，他们不再只是被动接受评价，而是主动塑造叙事。肖战影像的全球讨论，正是由多方力量共同构成的审美场域，从生产、摄影与造型，到传播、社交平台与剪辑，再到解释、媒体与评论人，每一个环节都在重新书写谁有资格定义美。最后，这种讨论具有政治性。当非西方美学被认同并放大时，它帮助重构全球文化想象，挑战长期以来的不对称话语。肖战事件虽看似娱乐新闻，但其带来的审美再认识，实则是文化权力微妙转移的一部分。综上，肖战影像引发全球再认识，不只是因为个人魅力，而是因为它恰好出现在一个互联网重写审美话语、文化权力开始趋于多极化的时代。理解这一点，能让我们以更宏阔的视角看待这场焰火背后的深层意义。